对不起，好，那这样子的交通呢，其实对于现在高三的毕业弟兄姊妹呢是很有益处的。芳芳弟兄姊妹，听他们所讲的，你会发现一个点啊，他们没有在很制式化的模式里或者讲法里面跟大家交通，他们所交通的都是他们实际亲身的经历。然而呢，我们要从这样子的交通里，要有一些的领悟啊，因为你所在的这个世界，包含你将来即将要去的这些大学呢，都会给你许许多多的所谓现今大学生的价值观。然而这一切的价值观，说真的，从我上大学一直到今天30年了啊，超过30年了，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呢，你可以看一年又一年大学生毕业，一代又一代大学毕业生经过的岁月，回首大学的生活，很多的价值观，其实在之后的人生呢是很被冲击的。只是说呢，他们都已经过了，没有人会回头去跟现在即将要成为大学生，或是现在的大学生讲任何的事情啊，让你呢有所调整。那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交通里，其实这些大专弟兄姊妹很帮助我们，就着他们实际的生活经验，给我们有神圣的眼光。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神圣的眼光来决定我们的人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用说很久，恐怕在你经过几年的岁月，回首你会看见前面的岁月浪费了许多的光阴啊，所以这个太重要了。芳芳弟兄姊妹在上大学以前，要能够清楚你未来大学生活的路线是什么。一般大学生他们在考虑大学生活呢，无非就是四件大事哈。第一个是学业，当然我讲第一个是学业，不见得每个是排第一个，只是我就这样讲学业啊，这个人际关系、活动。然后人际关系里面呢，又特别分出一个叫做爱情啊。那这4个是现在一般人的大学生的他们所认为大学生活要过的生活。然而我们蒙恩的人呢，却只有一种的生活，一种的生活。你说一种的生活会不会太单调？不会，因为从这一种的生活产生出许许多多在我们生活中丰富的经历。那这一种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如同大家刚才有人有问说，如何在跟班上的同学与弟兄姊妹之家弟兄姊妹们的关系取得一个时间上的分配。那这样子的问法就表明说，你将来准备至少过2种路线的生活。那在你这个阶段，你是没有办法这样过生活的，而且你也没办法取得平衡。我们只能有一种的生活那一种的生活是什么呢？我姑且用圣经的话来告诉你，那个生活就是第一个，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第二个，凡事我都可行，但总不受其辖制；第三个，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这其实就是一种的生活。你这种的生活应用在你的学业里，应用在你的人际关系里，应用在你参与各式各样的活动，甚至许许多多的规划，甚至考虑到你的爱情观的时候，它都可以成为你很大的帮助所以第一个，凡事我都可行。上大学的确是需要让自己在很多面多元的学习上能够广泛的去涉猎，而不是像中学甚至小学、中学那个单面的学习，只有从学校、从老师这方面给我们的规划。上大学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要学习去规划。然而呢，凡事我都可行，但是呢，第一个我要问，我行这个对我有没有益处？有什么益处？益处多久？在神的计划里面，这样子有没有益处？这些你都要去问去问。当我们问了以后，我们就会有内心有一个很清楚的考量，还有评价我该如何花多少时间从事这样子的事，或者说甚至就不需要了第二个，凡事我都可行，但总不叫任何事呢辖制我。其实呢，
学业是一个学生最基本的本业，你无论如何排序，这个照理说应该要排在你大学生活的第一个。如果不是的话，你没有必要读大学啊。你可以直接入社会，社会可以给你很多的学习啊。但是你选择的大学你就是要以学业为第一本位。然而呢，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方面，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只是说，它是不是能够辖制你？有人问到系学会，我觉得如果你有那种能力，你也有那种热忱，你要去参加系学会，并没有什么难处。但是你才有份于系学会的活动，甚至你成为系学会的会长，这件事是否成为你的辖制？如果是的话，那就不应该去参加。为什么你要被辖制呢？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是一个得着自由的人，为什么要把自己交付在一个辖制我们的情形和环境里呢？这个就错了。我们受辖制了，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能力，我们里面那个神圣生命的功能，就大大的被打折扣，这是不智之举的啊！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这些原则。第一个，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总不受其辖制。第三个，凡我所行的，你无论你怎么选择，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基督徒。而且不仅是一个平常的基督徒，我们是在主恢复里为着神永远经纶的基督徒。所以呢，凡我所行的，都应该为福音的缘故啊，为福音的缘故。意思就是说，你在任何的考量、任何的选择上，你要考虑这是不是为了福音。我讲福音，倒不是仅只是为了把同学带得救，虽然这个很重要，重点是我在这件事上有没有彰显主的机会？我在这件事上到底是凭着我的爱好，凭着我的欲望在那边做决定，还是基督在我里面做活的人位？然后借着我所选择参加这个活动也好，有份于那个事情也好，我能够在其中呢叫基督被显大，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鼓励你啊，这样子的原则下，如何能够过好你的大学生活，我鼓励你真的是要住弟兄姊妹之家啊，这无可厚非。然而呢，比如说刚才做见证的弟兄姊妹，这的确有弟兄姊妹因着他个人环境的因素无法住弟兄姊妹之家，然后他们却也在他们所在的环境美好的为基督做见证。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盼望弟兄姊妹在上大学以前要能够清楚啊这基本的3个原则。阿们。阿们，谢谢吕弟兄给我们的交通。好，那刚刚是大专的服侍者从这方面跟我们交通，那现在我们要请青少年的服侍者，我们请谭弟兄和我们有点交通。等我一下，这样有听到，有回送哈。见证的部分呢，我要先跟所有的家长，那包括高3的学生们，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大概已经有3年了吧，就是我们每一次到这一个所谓的交接季节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们都会跟就是要交接的高三的这些学生，他们的家长，还有他们的服侍者说，首先我们就是会帮他们直接交接到他们所要去念的学校的服侍者，然后再来联络上服侍者之后，我们就会请对方的服侍者安排一个就是大学的学长姐，然后让这些
准大一的弟兄姊妹能够先跟当地的学长姐先，比如说接着每周1到2次的晚祷啊，或是晨星啊，或是追求，能够先有熟识。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么细节的这些动作呢？其实我们就是要让家长、服侍者还有高三生了解，我们所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所有的要准备升上大学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留在桃园，或是你甚至去到了很远的地方，比如说花东，比如说高屏，好。那我们都需要连于的是当地的教会生活，好，请注意哈，我们并没有先强调你需要先去入住那里的弟兄姊妹之家，因为我知道在现在的这整个氛围大环境当中，其实有些高三的学生们好，或是一般的学生，不只是高三，你们对于新的环境、新的陌生的人事物，好，恐怕就是在衔接上或者要在面对上会比较的不容易，所以我们都跟无论是对本地好，就是高三的家长啊、服侍者、学生，或者是说要去交接的对方的大学的服侍者，还有这个学长姐，我们都会说那就是先花一些时间，每一周1到2次，好，先有点晚祷，先有点相调，那慢慢的你就会熟悉当地的教会生活，那也会请对方主动的来联络你们参加这个他们的教会生活，例如是他们可能现在有在办一些针对大一的这一些无论是如果是以前的话就有实体，无论是现在的话就有线上的这些新生的这些讲座。那所以我再重点强调一次因为我们都常常说我们的目标或是我们的意向，我们先不要讲那么高，新耶路撒冷我们先讲就基督与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重点是摆在我们要有基督就要享受主，那还需要有教会来保守我们能够一直的享受基督。所以请注意一下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连于当地的教会生活，无论你是不是有要去住弟兄姊妹之家。好，所以这是我们所强调的这一个点那刚刚比如说像思会所民传的姊妹，还有那个舞会所的那个王云姊妹他们都对他们入弟兄姊妹之家，或者是他们在宿舍生活来传福音其实这个他们的见证是蛮摸着我的就是他们其实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重点还有其他像有些学长们他在分享他选课或是其他的人际关系你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他们都寻求主，好，所以有没有寻求主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我们就是感谢主，不论你以后去到什么环境学校，或是有些弟兄姊妹你可能现在正在指考当中，或者我知道现在在线的有几位是高职的学生嘛，你现在正面你的分数你的分数出来，也许跟你的理想差很多，或者是说很开心你有理想的分数，然后你正在苦恼，或者你正在茫然不知道选择怎样的学校或者是高职的这些弟兄姊妹，那一样的你就需要寻求主。好，当然也许你的分数，你就会说你的分数就只有到那边但是你还是需要寻求主。好，寻求主，然后也寻求看看当地的这个教会生活。那我再强调一遍就是在强调人家常常讲嘛这句话很重要，所以强调3遍，或者不止强调3遍了，就是需要你要奉献的是主愿意我的大学4年甚至6年都能够兼顾的连于当地的教会生活。有些人你留在桃园本地，但是很抱歉，你也不一定这么的紧密的连于这里的教会生活，那对我们来说就很可惜了，甚至就是从一个损失。好，所以说一面来说我
现在面临要去已经有学校的弟兄姊妹，你非常开心哈，这个你考上你心目中的学校，那还在指考的或是统测分数刚出来的，建议好好的奉献，就是要寻求主，然后要好好的过当地的教会生活，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家长们也是希望能够有相同的看见，相同的寻求。就像这一周诚意圣言说到，基督是个人，每一个人嘛，个人的头，所以我们也需要好好的把我们的孩子不见得每一个孩子在这个时刻都这么的就是你push他，或是你竭力的鼓励他说要住弟兄姊妹之家，也许他会害怕，或是他会有点犹疑，或是他的心愿不够那么强。但是你可以为他祷告，你可以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无缝接轨，顺利的连于当地的教会生活。那我现在教这一些都是有根有据的，有经历，有实际案例的。因为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去年前年都有，他升大一的时候，并没有马上的入住弟兄姊妹之家，但是他却有很美好的教会生活。然后等到他2年级或者甚至3年级的时候，他就自己自动并乐意的入住弟兄姊妹之家，然后并且因为他是非常自动跟乐意，然后自我奉献的入住弟兄姊妹之家，他也有非常积极的操练。这个比我们一开始是用勉强的，是用或者说这个半推半就的入住，然后最后他对教会生活也失去胃口，这个我们都不乐见那个消极的后果。所以我们是希望家长们还有学生们，我们真的是需要考虑到我们的教会生活。那当然刚刚前面吕弟兄加强的非常好，就是其实教会要真正的这个让你蒙保守在教会生活里面，或是在一个团体生活里面，弟兄姊妹之家还是一个蛮上算的选择。弟兄姊妹之家还是个蛮上算的选择。那刚刚有中央的姊妹有分享说，其实服侍者并没有想象的这么可怕，真的是这样，服侍者不会有这么可怕。对，服侍者也是人，服侍者也是弟兄姊妹。那我们都可以借着好好的寻求主，好好的与这个服侍有交通，然后并且好好的与同伴们有交通，能够过一个甜美喜乐的教会生活，并且能够在教会中受成全。感谢主。